当我们在丛林建筑中游览时，有不少人会感到惊讶，为何大雄宝殿中会并排供奉着3尊佛像呢？也许此时对佛学已有一些了解的我们，就会给对方解疑，这就是汉地佛学中十分常见的三世佛。大多数情况下是横三世佛，就是代表空间的东方药师佛、中央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佛。少数情况下是竖三世佛，就是代表时间的过去燃灯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弥勒佛。然而，我们是否想过，为何佛学，尤其是汉地的大乘佛学，会有这样的组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也许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能揭示出三世佛其实是独属于佛学的至高慈悲。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是人还是神？佛陀到底是人还是神呢？你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至少在遥远的过去，佛陀在尘世间曾作为人而存在。佛这个词的本意，梵语 Buddha 就是觉悟者。佛陀到底诞生在何时？2500年前还是3000年前？我们已无法确切知晓了。佛陀诞生地的迦毗罗卫国具体在哪里？我们同样已无法确切知晓了。甚至连佛陀在本次劫难中的化身相貌，我们同样也一无所知。但没关系，我们完全不应该纠结于佛陀存在的时间、空间乃至相貌。为什么？马上就会说到。佛陀在娑婆世界中的生平，我们都很清楚。身为锦衣玉食的释迦族王子，却在目睹了生老病死的无常后，将智慧化为普世之光，留下了佛学思想结晶，度化世人。可是佛陀作为人，会疲惫，苦行让他形容枯槁；会饥饿，牧羊女为他供奉乳糜；会生病，在竹林精舍感受到苦痛业力，甚至会死亡，最终于80高龄在梭罗双树间入灭。以上这种种一切，都表明了佛陀曾作为人而存在。然而，佛陀涅槃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佛陀的神话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在原始佛教时期，佛陀的形象只是历史人物以及觉悟导师，而到了佛学开始分裂的部派佛教时期，佛陀的形象已成为了具备有大神通的圣人，从历史人物转向了超越人类的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再等到大乘佛教崛起后，佛陀的形象进一步被神格化，诞生时七步生莲，而且身体呈现出32相、80种好。可想而知，继续这样发展，假以时日，佛学大概也会和世间大多数的宗教一样，佛陀从人变神，并且是唯一的神，受万人敬仰。但是佛陀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中蕴含的是平等、慈悲与无我。让我们接着聊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慈悲是什么？佛学从根本上就和世间的大多数宗教有所不同。
有的神对世人说，只要你虔诚地信仰我，我将对你无尽庇护，我将对你有求必应。可这就是神对世人最大的慈悲吗？其实并不是。佛学给出了真正的至高的慈悲，那就是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成为我。成佛很难吗？当然很难。按照佛学的说法，想要成就佛的果位，需要在无数次轮回中都衷心发愿，并艰苦修行。然而成佛的路径，佛陀早已给出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12因缘等等等等，都蕴藏在古往今来的佛经当中。当然了，佛学各个派别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那么从基本的逻辑出发，我们就会想到，佛也就是觉悟者，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位。部派佛教时期开始了对佛陀的神迹描绘，但与此同时也推导出，既然成佛的路径是清晰的，那么在释迦牟尼之前肯定也有佛，同时在未来也必然会有佛。大乘佛教时期，佛陀成为了形而上的超越存在，成为了真理象征，但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推导出佛的普遍存在。十方世界，尘尘沙沙，千佛万佛乃至无数佛，都在一花一世界中涌现，都在一尘一国土中教化。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这可真是矛盾啊！佛学的发展极力神化了佛陀，却又不断削弱了这个唯一神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不矛盾，这就是佛学普世精神的体现。佛陀的神话是古典哲学向宗教化的演化过程中对普通世人进行通俗化表达的结果，但佛陀留下的平等、慈悲和无我的种子，却始终都在提醒世人，至高的慈悲不是无尽的赐福，而是赋予每个人都成为觉悟者的权利。最终的最终，佛学给出了你我他一切众生皆未来佛，这样的哲学观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当然了，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信仰对象的普遍化也很好地防止了神权垄断，这也是佛教具有千年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历史讲述完了，下面让我们聊个简单轻松的话题吧。我们如何能在丛林殿堂中能很好的分辨三世佛呢？略解三世佛。第一个问题，哪里能见到三世佛？虽然上座部佛教也有对过去佛和未来佛的提及，但一般情况下少有三世佛的塑像，所以我们在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地是很难见到三世佛的。但在大乘佛教中，包括汉传、藏传以及韩国、日本，都能看到三世佛的塑像。在汉地寺庙中，尤其是净土中较大寺庙，一般会供奉于正殿，也就是大雄宝殿中。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横三世佛还是竖三世佛？在大多数汉传寺庙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横三世佛，也就是空间上的分布。因为民间上对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都存在有普遍的信仰。要想见
树三世佛，也就是时间上的分布，可以去藏传寺庙，因为藏传重视时间传承，这也算是活佛制度的某种映射之一。第三个问题，如何分辨诸佛塑像？不少殿堂的三世佛从法相上都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出于美感的统一，另外一方面也有诸佛的法身平等之意，所以要想分辨清楚，需要从事物、法宝、手印上来进行区分。但请注意，各地佛教庙宇众多，派别纷繁，历史悠久，细节上都会有许多不同，以下仅供参考。先说恒三世佛，中间为中央释迦牟尼佛，是教化我们绘土娑婆世界的佛，也就是佛陀的神格化身，常持宝轮、摩尼宝珠等宝物，常结降魔印、禅定印等手印，左胁侍为文殊菩萨，坐骑青狮，常持剑、经卷等宝物，象征智慧；右胁侍为普贤菩萨，坐骑白象，常持如意、莲花等宝物，象征行愿。注意，很多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塑像会呈现为毗卢遮那佛，后者是前者的法身。关于法身、报身、化身这三身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慢慢聊。这三者就合称为华严三圣。再说左侧为东方药师佛，位于净土东方净琉璃世界，在汉传民间中认为可以去病延寿，所以广受礼拜，常持药钵、宝塔等宝物，常结施无畏印、与愿印等手印。左胁侍为日光菩萨，持日轮，象征光明；右胁侍为月光菩萨，持月轮，象征平静。这三者就合称为东方三圣。但要注意，有的时候左侧东方佛也会由另外一尊位于东方净土妙喜世界的阿处佛来代表。最后说右侧为西方阿弥陀佛，位于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净土法门中非常重要，所以广受信仰，常持莲花等宝物，常结接引印、弥陀定印等手印。左胁侍为观世音菩萨，常持柳枝、净瓶等宝物，象征大悲；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常持莲花、贝叶经等宝物，象征大勇。这三者就合称为西方三圣。再说树三世佛，也叫众三世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为现在贤劫千佛中的第四佛，形象与恒三世佛类似。过去燃灯佛为过去庄严劫中的千佛之一，成为佛陀前世受记，预言其未来将成佛，这也是佛经中重要的事件之一。常持明灯等宝物，常结说法印，在寺庙中一般没有固定的胁侍。未来弥勒佛为现在贤劫千佛中的第五佛，也是释迦牟尼佛之后的下一尊佛。在历史上，弥勒信仰曾广泛传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有机会再讲。常结说法印，在寺庙中一般也没有固定的胁侍。注意，在汉传中，布袋和尚的弥勒形象也常常可见。最后还有什么有趣的知识？要注意，有的时候寺庙殿堂中供奉的是三身佛，即法身、报身和化身，要避免和三世佛混淆。还有，在释迦牟尼佛两侧
有时是大迦叶尊者和阿难陀尊者。另外，我们还能看到代表东南西北中的五方佛，在藏传佛教的坛城艺术中就经常可以看到，以及过去七佛，即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最近出现过的七尊佛，乃至在汉传佛教中经常出现的千佛洞、万佛窟，更是佛学中无限和超越的终极表达。这里面实在是太浩瀚了，一次就想和大家聊完整，真的是太难太难。平等、慈悲、无我。400多年前的1600年，2月的天气还有些寒冷，但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宗教裁判所已经搭好了火刑架。今天他们要烧死的正是我们熟知的布鲁诺。我们都知道布鲁诺是因为宣扬日心说而被烧死的，但你是否知道布鲁诺认为从日心说的结论出发，那么宇宙就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有无数个太阳系，而每个太阳系里面都有一个上帝。当然了，关于布鲁诺的异端学说不止这一个，并且也有很多的争议，但从这个小小的点出发，再想想佛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是否可以深刻感知到佛学在人文精神上的宽容和深邃呢？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平等、慈悲与无我的种子，在今天是否还会在我们内心深处默默发芽呢？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